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面满西部森林家第5季第20集。风和日丽，草长莺飞，本该是享受大自然的时间，简要去上学，小新十分难过。他们怎么能在这么好的天气里把孩子们监禁在学校里呢？新小妹也表示不同意，他们并没有监禁我们，只是话还未说完，校车就来了。等等，怎么是监狱用车？这也就罢了，奥特也显得格外暴躁，看着窗外流水潺潺，一派欣欣向荣之景，小新不禁陷入幻想，他和另一个孩子一起乘着竹筏漂流，颇为享受，表示孩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嘛。不仅如此，林肯也立在竹筏之上，但没多久就到了学校了，一个急刹车将从幻想中扔了出来。到了教室才是煎熬的开始，学校换了一批新型管教专用椅，孩子们坐在上面极其难受，班长感觉自己的背都要麻掉了，但小爱不以为然，他表示不舒服只是暂时的，等到最终骨骼变形就不会这样了。他刚说完，眼见着就口齿不清的表示自己左半边身体已经失去知觉了。小爱有些不耐烦，继续说着另一个坏消息，由于学校中整学习都走太快了，所以今天要在学校多待2个小时，把所有时间都补回来。闻此，下面一片哀嚎。小新打开课桌，里面装有他篡改钟表的工具，看来他做的一切都是白忙活了。他又开始望向窗外，太阳当空照，彩虹弯下腰，一切都很美好。突然，一辆疾驶而来的车吓跑路上动物。开车的男人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在4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，所以现在得到了这一切。看他跑车在手，家人在侧。”小新立刻受到了鼓舞，马上写了一张请假条递给了小爱，表示自己要去看牙医，甚至告诉他可以向新妈核实情况。小爱表面上说着相信小新，但转眼将请假条交给了校长。他们显然对此充满怀疑，两人立刻到了犯罪调查室，结果出来了，确定不了小新的具体位置。毕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同意植入电子追踪器，目前也只有班长一个人。这个方法行不通后，校长找来了新小妹，她和威力共同审讯，企图套出小新的位置。不料他们红脸和白脸组合根本没能震慑新小妹，因为她已经将他们摸得一清二楚。此时小新人躺在溪边的草地上，想到自己现在的享受依然能换来未来的美好前途，他就十分惬意。这时一排竹筏正在向小新靠近，看到模糊的身影，仿佛是自己梦中的林肯和小男孩，小新惊呆了，难道幻想成真了？然而当他们滑到岸边，他才发现这2人和自己的幻想根本不沾边，他们正嚷嚷着要让小新看死尸，这自然吓他落荒而逃。再说接连失利的校长，他开始亲自去寻找这个逃学的孩子，第一站就是春田镇自然历史博物馆。很显然小新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他跑去看日常演出了。接着校长又去了一个破旧俱乐部，这里不仅没有小新，连个人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小新去了拍卖会现场，并要价230万拍下了一件拍卖品，但这只是他的恶作剧罢了。在主持人宣布成交之后，他立刻就逃离了现场，也不就他一个人是这样，他走后第2高价也走了。问了才知道，在座的就没有认真投标的。出来之后，小人在街上游荡，谁知迎面碰上只甜圈的辛巴，他们同时发现了对方，然后迅速躲了起来。小新不想被老爸发现自己逃学了，辛巴不想被儿子发现自己翘班了，于是2人都伪装了一番，大摇大摆从对方身边经过，然后同时说道：“骗术真烂。”在寻找小新途中，校长发现了一些线索，一块小新最爱的2倍净量薄荷口香糖，看来已经有些眉目了。此时小新刚从冰淇淋店出来，就遇到了前来找他的校长，情急之下他丢掉冰淇淋撒腿就跑，从城镇到郊区，直到跑过了木板桥割断绳子才停下来。得意之余，小新暗自观察校长之后的动作，校长并没有停下，而是直接踏入了湍急河流朝他走来。小新现在知道了，校长不抓住他是不会罢休的。然后他又开始了逃亡之路，小新走到哪，校长就会跟到哪，哪怕是徒手攀岩他也乐意奉陪。眼见校长就要抓住自己了，小新连忙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小新也越来越害怕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巧此时有一辆跑车经过，待到校长扑到石头后面的时候，小新已经躲进了跑车。这辆跑车主人正小新所见那个男人，他一直将车开进庄园，虽然他举动十分无礼，但人们都在一旁拍手叫好。市长大笑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侄子弗雷迪，他通过黄段子赢得了民众的幸福。”说着，市长举起了酒杯：“生日快乐，弗雷迪！希望你所有丢脸的事都不要被人发现。”人们的脸上都充斥着不情愿，但依旧还是鼓起掌来。此时，小新从跑车上跳了下来，一个不注意就撞到了市长。“小孩，你是谁？”“我是一个你不常见到的侄子。这场生日宴会到场名流很多。”小新遇到自己喜欢的演员，不过他还是实诚的表
表示这位演员的上一部电影烂透了。警官也前来补刀，备受打击演员伤心离场了。接着就到了吃饭环节，侍者为弗雷迪端上了一碗汤，弗雷迪询问这是什么，海鲜杂烩浓汤。弗雷迪像发现什么好玩的事，他让侍者当大家面再说一遍，于是他又说了，然后弗雷迪又开启了嘲讽模式，并表示海鲜杂烩浓汤才是正确的发音，但侍者依旧发音不准，并在弗雷迪大笑之后离开了。此时小新混进厨房，他看见了一个超大草饼，趁四下无人，他连忙咬了一口。正在此时，门外传来弗雷迪的声音，他还在叫侍卫说海鲜杂烩浓汤，但侍者坚决地拒绝了。弗雷迪没有坚持，说自己要好好享受这个，然后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，之后还混杂侍者的惨叫，最后他倒在小新的面前。小新颇为惋惜地说，这一定很疼。这时警官带着一干人闯了进来，接着就看到倒地不起的侍者。弗雷迪作为唯一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了。辛巴表示他家孩子就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希望弗雷迪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。小新闻此忙说弗雷迪是清白的。辛小妹很奇怪，你怎么知道？又没有目击证人。这句话戳中了小新心思，他忙转移话题来掩饰自己。在校车上，小新再也憋不住了，决定向妹妹倾诉。他表示自己看到那场事故，所以知道弗雷迪是冤枉的，但他不能去告诉警察，因为这样校长就会知道他逃学了，他就会被送到基督教军事教养院。原来是这样，辛小妹了解了，那就期望弗雷迪能够通过法律自证清白吧。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，媒体闻风前来，想要获取第一手资料。肯德就前来报道侍者们的审判过程的，不过马上他又闯到了闭门羹。法院内，校长正注视小新，我知道你可以听到我的思想，小新提醒一下，只要被我抓到你逃学证据，你的小屁屁就是我的了。辛巴也知道小新能够听见自己的心声，所以他开始阿爸阿爸阿爸。正式开庭了，被告律师为弗雷迪辩护。首先他攻击方向是这个逝者内心非常阴暗，他不是春田镇人，甚至于不是这个国家人。此言一出，确实让人群出现骚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派出了老谋子做伪证，让他说自己和弗雷迪整晚都在一起，在为饥饿的人们收集废品去换钱。这下舆论更偏向弗雷迪了，他们开始相信他是清白的。见有效果，警官忙给老夫子送上了钱袋。小新很高兴向妹妹表示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不需要我的证词，也可以证实弗雷迪的清白。但辛小妹却很愤怒，那是因为校长能够用钱买他侄子的自由。我小新却觉得，只要能够让弗雷迪清白，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。但原告律师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不仅要证明弗雷迪有罪，而且还要说明他生来就有罪。他邀请了席医生作为他的证人。席医生表示，在弗雷迪的身体里确实拥有着东特勒身体里也有的撒旦基因。被告律师完全没有接原告律师的话，他让弗雷迪站起来，让大家领略一下他身世风度。随他自信的起立，人们都纷纷开始夸赞他，因为富有，所以天性纯良，所以理所应当是清白的。被告律师又开始询问弗雷迪，你袭击过这位逝者吗？当然没有了，我爱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，所以你也从来没有因为海鲜杂烩浓汤读音这种小事而发火过是吗？不料这刺激到了弗雷迪，他马上说那是海鲜杂烩浓汤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。特别是陪审团里的人，陪审团成员大惊失色，看来他的确是有罪的。法官让陪审团下去商量之后给个结果，他们的意见颇为一致，那就是有罪。听到他们的讨论，辛小妹转头对哥哥说，因为你一个可怕但无辜的人要进监狱了。小新很自责，或许他应该说出真相，但此时经过他面前，校长俨然化身成了一个法官，宣判他因为逃学，所以被罚在食堂做一辈子苦力。刚从幻想中出来，就看到辛小妹带来了法官，但他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法官问起时，他说自己只是想说很高兴能够看着女孩子成为法官主持正义，然后就飞也似的逃走了。这下轮到辛小妹尴尬了。此时到陪审团投票的时候了，辛巴询问扣押是什么意思，校长告诉他，就是如果陪审团陷入僵局，大家就得住到酒店里，不能与外界联系。在经过好一番解释后，辛巴终于明白，如果投票没有一致通过，就会陷入僵局，然后被关在春田镇皇家酒店，也就意味着能够享受免费的房间、食物、泳池和电视剧。校长夺走辛巴手里的小册子，表示审判我是过家家，现在该投票了。辛巴忙询问其他人投什么，大家的意见一致，有罪，所以辛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罪。他认为弗雷迪应该为了免费酒店走出这里。辛巴在酒店的日子确实过得不错，而同桌校长总算是体会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不过他倒是不敢管辛巴，辛巴一吼他就怂了。此时在家小新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。辛小妹询问哥哥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小新则表示那玩意儿已经喂了狗
啦。不过紧接着播放电视剧让他淡定不了了，剧情也是一个胆小男孩不愿作证，好不容易最终答应了，但那个男孩被人残忍的杀害了，这可将小新吓得不轻。转眼陪审团成员也该回归正常生活了，辛爸倒十分舍不得，就连酒店桌子都要搬走。小新询问妈妈，要是我能让一个人重获自由，我应该这么做吗？辛妈告诉他，你应该听从你的心，而不是你的脑子。小新低下头，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。案件得到了重新开庭的机会，小新终于将自己那天所见说了出来。当时他正藏在餐桌下，虽然弗雷德扬起了拳头，但他没有出手，而是拿起了一旁的酒喝了起来，边喝着边离开了厨房。于是侍者也没有再理会，转过身就准备做自己的事，不料却踩到地上食物残渣，然后就撞上了一排平底锅，接着左手塞进了搅拌机，右手塞进了面包机，还撞进了烤箱里，巨大震荡掀起了炉上的热水，然后他被浇了一身，疼痛让他不停的后退，然后跌进有捕鼠器的房间，最后就冲出房间，撞到橱柜后倒地不起。小新表示这就是真实情况，侍者立刻站起来反对，我才不是笨手笨脚侍者呢。不过他这话显然没什么说服力，因为他的脚缠上了椅子，直接从法院的窗户摔了出去，最后又落进了捕鼠夹堆里。原告律师并没有放过小新，你是怎么看见的？你不是在学校吗？我可能大概是逃学了。向激动站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暴露的。法官最终宣布弗雷德无罪释放，走出法院，想对小新说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你逃学也必须付出代价。3个月留堂，小新很难过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不料向叫住了他，还是4个月留堂吧。辛爸回到家，对妻子讲述酒店的可怕经历，还说陪审团其他人都针对自己，但他依旧坚持正义，并最终成功。很多人都曾幻想过自己能够成为超人或者救世主，拯救万民于水火，维护世间正义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主角不会像电影那样手持利刃，威风凛凛，尤其是当正义与自身利益冲突时，行侠仗义的心便会变得犹豫不决。于是本该说出真相小新，却一次次选择隐瞒而保全自己。但即使是表面上云淡风轻，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濒临崩溃。好在最终他还是选择坦白一切，承认错误。对比小新的幡然醒悟，辛爸的举动就不免让人心寒。为了免费的酒店就可以随意行使权利，真相得以大白，跟他毫无关联，却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对他来说，合乎自身利益的一方就是正义。在动漫中也许能阴差阳错，歪打正着，但在真实世界，有时一念之差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或许我们的力量不足以荡平世间一切不公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己问心无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